我无意中撞见闺蜜们背后蛐蛐我是丑胖子，为了试探，我谎称家里破产没钱了，结果直接被踢出群聊。要不是看在你人傻钱多的份上，谁稀罕跟你玩啊？以后远远见到我们就自觉躲起来，真是会气死了。秦雨清，你不会怪我们几个吧？作为曾经的朋友，你怎么忍心拖累好闺蜜呢？所以咱们还是绝交吧。我自嘲一笑，转身离开。没过多久，知道真相的他们又哭着跑来我面前跪求原谅。秦雨清呢？不好好干活，竟然偷懒，等会我非要好好收拾他不可。你可太聪明了，自己婚礼一点也不操心，活全让秦玉清干完。话说你付钱了吗？肯定是秦玉清自掏腰包了吧？他这种事可没少做，辛辛苦苦布置了大半天婚房，我刚瘫坐在角落准备休息一会儿，就听到三个好闺蜜的一通嘲讽，和平时的态度完全两样。我屏住呼吸，想听听他们还会说些什么。哈哈，谁让秦玉清人傻钱多，随便哄两句就乐得找不着北。从大学开始到现在，百试不爽，我都有点同情他了。老天爷可真不公平，秦玉清不聪明就算了，长相也不一样，偏偏命好的不得了，有钱的要是咱们就好了。那有什么？想要什么跟秦玉清开口就行。我准备借着结婚狠狠敲他一笔，让他送我车房当礼物。要是敢不同意，我就用绝交来威胁他，他肯定老老实实上交。柳青青突然长叹一声，接着语气阴森地说：要是秦玉清突然没了呢？她是独生女，到时候我们打着闺蜜的旗号接近安慰她父母，说不定有可能直接继承她家财产，可惜了。话音落地，屋子里寂静无声，我能清晰地听见心脏不安分地在胸膛里跳个不停。不知我开玩笑的吗？你们还认真了？这事我可干不出来，嘴上过过瘾而已。对啊，秦雨清可是咱们的好闺蜜。宋芷宁没有说话，心不在焉地应着。虽然他们默契地转移了话题，但刚刚一瞬间，我浑身冷汗直冒，我麻木地靠在墙角，思绪翻飞，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房间。直到手机剧烈震动，我慢腾腾地打开置顶群聊。秦玉清，你去哪了？赶紧滚出来干活！要是耽误我结婚的事，咱们就绝交。宝宝玉清宝宝，你辛苦了，你布置得好漂亮哦，看起来就很贵。我结婚的时候也要你来操办洗洗。可惜我今天要加班，不然铁定去帮忙。泪水让我的视线变得模糊，明明满屏都充斥着算计和利用，我还是不甘心，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姐妹们，我家破产了，以后可能还要靠你们接济，婚礼布置你们自己忙吧，我要处理家里的债务问题。然而他们三个根本没放在心上，还在持续不断的辱骂讨伐我。秦玉清，你装够了没有？作为好闺蜜，你就是这么敷衍我的婚礼吗？还破产？你开玩笑不会看场合吗？真晦气，我的好心情都被你破坏了。宋芷宁像个连珠炮，劈头盖脸砸了一段语音过来，我没有争辩，直接甩过去已经负债的截图，郑重其事的复述。没骗你们，你们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具体的情况一时半会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我家确实已经破产了，我真的没钱了。对了，宋芷宁，婚礼布置的花费我整理好发你，记得结一下账哦。聊天界面10分钟没有变化，然后就传来宋芷宁歇斯底里的吼叫：不行，你太不负责任了，秦玉清，我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你要给我个豪华的婚礼，现在你撂挑子，简直让我丢尽颜面。我不管，没钱你就去卖房卖车，实在不行就拿那些奢侈品包包抵债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我必须当最耀眼的新娘，否则以后还怎么在孙家立足？他们会笑话我的。到这里，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大截，没想到后面还有更过分的等着我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就不信你们秦家破产没有半点准备。芷宁好歹是你闺蜜，你就忍心让她失望？别装了，赶紧回来老实干活。是啊，雨晴，及时行乐嘛，就算破产了，日子还是要过的。先让芷宁风风光光嫁出去嘛。我冷漠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，并且开口讨要以前送给他们的奢侈品。我知道你们手里闲钱不多，所以就把我以前送你们的礼物还给我就行了。在这种危急时刻，你们作为好闺蜜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对不对？放心，只要有足够的本钱，秦家东山再起不过是时间问题，到时候我再双倍还给你们。又是一阵沉默，只有许望南结结巴巴地出来解释，说自己家里有事把礼物放二手平台上卖了。雨晴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家的情况你知道，实在是有心无力，你保重。既然如此，你也不用来参加我的婚礼，省得被孙家知道丢人，以后别说你是我闺蜜，我没有这么拿不出手的朋友。后面的内容我还没看清，就猝不及防被踢出群聊，我瞬间得知真相，整个人像是置身冰窖当中，手指忍不住发抖。就因为我家破产，没有了利用的价值，几年闺蜜情说断就断，没有半点留恋。算了，至少在造成更大的损失前，我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。几天后，我收拾好心情，拿着准备送给宋芷宁新婚礼物去店里退掉。抱歉小姐，我们的货物已经卖出，概不退换。说实话，能用得起奢侈品的人根本不会出现退货的情况，人家不喜欢就随手扔掉，没钱就别学人家买奢侈品，真会给人出难题。这就是你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吗？叫你们店长出来，我跟他谈谈。小姐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叫谁来都改变不了不能退货的事实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回家把东西挂二手平台上，说不定还能帮你挽回点损失。我被气得七窍生烟，准备转身离开，却被3个熟人拦住去路。让我们看看这是谁？挥金如土的秦大小姐竟然偷偷来卖货，看来秦家是真完蛋了。这么生气啊？东西卖不出去，不会今天连饭钱都没有了吧？真可怜。看在咱们闺蜜一场的份上，我家里还差一个保洁，要不安排你来家里伺候我？芷宁，你好善良，好有爱心，能和你做闺蜜就是我的福气。玉清，你就别傻站着了，还不谢谢芷宁给你提供的工作机会，她都是为了
了你好。小姐，不买就赶紧带着你的破烂离开。为了应和他，宋芷宁还大声吆喝着让他拿出店里的最新款。柜姐凑到他身边，欣喜若狂地介绍着。我准备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悄离开。一直没说话的柳青青眼疾手快，从我手中抢走包装袋，取出里面的限量款包包。秦玉清，你说我要是把包包花了，卖二手都没人要，你会不会心疼的哭出来？怎么办？我太好奇了。不要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大不了我不卖了送你，没必要白白浪费东西。闻声而来的宋芷宁却不答应，二话不说从柳青青手中抢走包包，往地上一扔就胡乱踩了几脚。我心痛地看着眼前一幕，冲上去想要将人推开，却被人从后面一脚踹倒，然后他们三人就嘻嘻哈哈跑过来，装作不经意地在我身上踢来踩去。我想要爬起来，终究抵不过人多势众。还以为秦大小姐有多能耐，原来你就这点本事。估计你爸妈跟你一样都是废物，否则好好的工作怎么会干破产？白瞎了我们和你这么没用的东西做闺蜜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人放开！就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司机唐叔冲了出来，用力将他们三人拉开。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作为朋友，我秦玉清从来没有慢待过你们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没有为什么，大概是你长得讨厌。就算你家破产了，也没必要堕落地这么快吧？才几天没见，金主都抱上了。他年纪比你爸都大吧？你可真是太牛了！为了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宋芷宁和许望南对看一眼，两人特别夸张的弯腰指着我和唐叔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你们的心到底有多脏，才会看到异性在一起就能想到那点破事，张口就来？你们就这点本事吗？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就是个司机。连人家金主家的司机都不放过，秦玉清你是有多饥不择食啊？看样子他们一定要趁此机会好好羞辱我一番。我轻声告诉唐叔，让他先找机会离开这里，然后立刻通知我爸妈。恰好此时宋芷宁的新婚丈夫孙敬轩吊儿郎当的走了进来，很不耐烦地说：宋芷宁，你个败家玩意，买个东西有完没完了？等他看清我一身狼狈，横眉冷目的站在旁边后，冷着脸质问道：宋芷宁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别人欺负秦大小姐，你也不知道站前面挡挡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别舔了，秦玉清家都破产了，你讨好他没有任何好处。不可能，我根本没听说这回事，秦家怎么可能破产？你找死，别拉上我。事到如今，没有继续瞒下去的必要。为了尽快脱身，我果断说出真相。秦家破产的事确实是我编的，本来想试试我你们而已，没想到你们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继续造谣啊，别停！秦氏法务部的律师函很快就会送到。趁着他们发愣的功夫，我给唐叔使了个眼色，他转身就跑。许望南脸色煞白，无措的眼神在宋芷宁和我之间瞟来瞟去。宋芷宁发现后，气急败坏的狠狠掐了他的胳膊一下。秦玉清，你找的男人似乎不怎么样吗？关键时候只顾着自己跑路，要不我帮你想想办法，多找几个金主。宋芷宁憋不住话，拉了拉柳青青的衣袖。你没听到他说秦家破产是假的，人家不需要金主，还是操心咱们怎么收场吧。咱们已经撕破脸了，你现在就是跪地求饶，人家也不会原谅你。与其后悔，还不如破罐子破摔。管他秦家有没有破产，先趁势让秦玉清彻底名声尽毁，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出来见人。老公，你被骗啦！我们和秦玉清当了这么多年闺蜜，对秦家是有些了解的，他们最会装模作样了。就咱们婚礼那事，他答应好好的帮咱们布置料理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说不管就不管了。作为好闺蜜，连我婚礼都不出席，让孙家丢了多大的脸。还有我可听公公婆婆说秦氏和家里的合作都黄了，要不是秦家破产影响的，他们怎么会愿意放弃孙家这么好的合作伙伴？这一番话不知道孙敬轩能相信几分，但不得不说成功挑起了他的怒火。秦玉清，你敢耍老子？他力气很大，我半天都没爬起来。他不会死了吧？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，不想给他偿命。店里其他人察觉到异常，纷纷围了过来。他看起来情况不太好，赶紧打120送医院吧，等会别搞出人命来。就是啊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怎么好意思冷眼旁观？谢谢大家关心，他没事，我们是在搞测验人性的行为艺术。如果大家觉得生活压力太大，可以在这里随意发泄怒火，不算真的打人哦。我趴在地上，无力反驳，心中恨极，却只能暗暗祈祷唐叔能尽快通知爸妈来救我。有人把手中滚烫的奶茶往我身上泼，有人把我的衣领扯得更开。宋芷宁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时不时还给大家出主意。商场广播一遍遍播放清场通知，感受到头顶阴影离开，我长吁一口气，真扫兴。我刚刚想到几个好主意。急什么？反正秦家都破产了，你还担心以后没机会收拾他？等着吧，以后秦家大小姐还不是得伺候我吗？宋芷宁和柳青青兴致勃勃地讨论着，而许望南从刚才开始就闭口不言。闭嘴，别聊了。我听说有大人物包场才让进场，不知道来的是谁。今天运气可真不错，虽然遇到秦玉清有点晦气，但要是能跟大人物搭上话，说不定咱家的生意又能更进一步。我是不是你的福星？要不是我要出来逛街，你哪里来的机会偶遇大人物？孙敬轩感动地将他搂到怀里，发誓说着一辈子都不会辜负对方的情话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直升机降落，大人物逐渐接近，再然后我就听到妈妈焦急慌张的哭腔：玉清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别怕，爸爸妈妈来了。爸妈在唐叔的带领下踉跄着跑过来，看到我狼狈地躺在地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。乖女儿。
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救护车在来的路上，很快会没事的，再忍一忍啊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欺负你的人。知道来的大人物是我爸妈，宋芷宁等人就傻了眼，他们僵立在原地，听着我爸暴怒放话，顿时软了腿脚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听我解释，今天的事就是个误会，我们和玉清可是最好的闺蜜，怎么可能真的伤害她呢？开玩笑而已。玉清，你快跟叔叔阿姨解释解释，除了我们，你还能跟谁一起玩？不要太计较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朋友哪有不吵架的？等会我就把你拉进群聊行了吧？闺蜜关系不是你们掩盖罪行的遮羞布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何况我们早就绝交了，不是吗？许望南还想往我身边凑，被保镖拦住。秦玉清，我们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不是你先骗我们家里破产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吗？早知道你们秦家招惹不起，当初就不跟你玩了。闭嘴，秦总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还不跪下来请秦大小姐原谅？宋芷宁倔强的扭过头不说话，孙敬轩捏着拳头想打人，我直接让保镖将人控制住，等下送回孙家。宋芷宁见势不妙，惨白着脸不敢再开口。柳青青垂着眼眸没说话。你们觉得被骗了是吗？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可很委屈？那我就活该被当成傻子让你们玩得团团转。就因为我把你们当闺蜜，这些年来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一切，所以你们都觉得理所应当，没有利用价值就要被你们嘲笑。我真恨自己眼瞎，和你们当朋友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。说完我就晕倒在妈妈的怀里，再醒来已经是在医院。宋芷宁他们几个在病房外已经跪了很久了，说你不原谅他们就不起来，把我宝贝女儿欺负成这样，不给点教训怎么行？你什么时候醒再让他们起来？你爸出手搞垮了宋家和孙家的生意，还以故意伤人罪把孙敬轩送进局子。至于他们三个，我们想着还是你来处置比较好。不要生气，为他们生气不值得。安慰好爸妈后，我主动提出要见人。那天晕得太快，有些话还没说清楚，是时候真正做个了断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看到他们几个蓬头垢面的走进来，满身疲惫。秦玉清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家和孙家的生意都因为秦氏的打击一落千丈，他们都来怪我，说是我的错。孙敬轩他每天都对我又打又骂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知道错了，让秦总停手好不好？看在我们曾经是闺蜜的份上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跪在门口不离开。还记得你带我们见过孙敬轩之后的事吗？那会我就劝你，孙敬轩怕是看在秦氏的面子上才会对你好，你自己不在意说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怎么刚离开我离开秦氏就不行了呢？宋芷宁，你对我恶语相向，拳脚相加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幸福掌握在谁手里？你过得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秦玉清，你太狠了，我已经道歉了，我没错，为什么都来逼我？我心狠，你们是真拿我当傻子看了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曾经还有谋害我性命、强夺秦家财产的想法，不过是没来及实施而已。我不知道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，但我可以清楚地说自己问心无愧，你们敢吗？雨晴，我是无辜的，那些坏主意都是柳青青出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？我也不想害你，但是我没办法，你知道我家里穷，根本无力反抗。许望南，3个人中我对你最失望，我不后悔曾经对你的好，只是为自己感到不值，气自己资助了一个白眼狼，装可怜这招对我已经没用了。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你选择袖手旁观，那就应该承担后果。许望南挣扎着，但保镖不允许他靠近。雨晴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垂着头一言不发的柳青青像是突然醒过神来，威胁道：许望南，你敢说我不会放过你的？当初你刚进学校，是柳青青背后捣鬼才让所有人孤立你的。他和宋芷宁都看不惯你无忧无虑的样子，说要给大小姐使点绊子，后来他没有假装成好人接近你，就是为了好玩。我是被威胁的，我也是受害人。玉清，咱们是一样的。柳青青和宋芷宁两人没办法靠近我，却能毫不费力地报复许望南。他们3人互相揪着头发揭老底，都想让对方承担更多的责任。原本我已经不想追究过去的事情，既然你们步步紧逼，那我不得不提醒一下，将我之前送的贵重礼物全部归还，因为你们不配，最好是在我耐心耗尽前，否则秦氏法务部不介意随时跟你们联系，把他们扔出去，以后不许出现在我面前。原以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了交集，不想他们还反咬一口放出在医院跪地求饶的照片，说被我羞辱。表面上我们和秦大小姐是闺蜜，实际上经常被她当成下人呼来喝去，这些小事我们都没放在心上，毕竟是朋友，没必要太计较。但那天秦大小姐受了点伤，他们就逼着我们跪在医院，说大小姐不行就不许我们起来。我们有反抗，但结果太惨了，所以只能上网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如果大家哪天找不到我们，那可能就是去了另外的世界。宋芷宁还假装不经意露出身上的伤疤来误导大家，有些激愤的网友看不过去，跟着声讨。网上一直有人让我出面回应，我直接将过往送给他们3人礼物的证据、不止婚礼偷听时的录音和商场被打时的监控发了出去。本来不想回应这些无聊的造谣，但又不想让无辜的网友被他们当枪使。宋芷宁，你家工厂快倒闭时，我帮忙找渠道给资源，后来你借着和我交友的名义高价。柳青青，你顶着柔柔弱弱的外表，实则最为恶毒，喜欢戏弄别人取乐，多次算计害我。许望南，我将你从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捞出来，而你在我被欺负的时候却袖手旁观。3位好闺蜜，我秦玉清从没有半点对不住你们，
即便闹崩绝交这些证据都没拿出来，结果却纵得你们四处诽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所有事情都公开，让网友来评判谁对谁错。随着证据发出去的，还有秦氏公关部寄出的法院传票，宋芷宁、柳青青、许望南3人涉嫌故意打害，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离开这群所谓的朋友，我才发现原来付出是可以被看到的，友好是相对的。从此之后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而他们后半辈子会在每次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悔不当初。